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WRAPs 水溶。华盛顿大学团队提出全新迪诺沃蛋白设计 ，WRAPs 技术实现膜蛋白无损提取与结构解析。AI 定制外侧亲水、内侧疏水的分子护盾，护盾让膜蛋白在脱离脂质后保持稳定不聚集，整个过程无需去垢剂且不改变天然序列。蛋白质三维模型验证了护盾的完美包裹。这一成果为药物研发与结构解析打开新大门，它攻克了膜蛋白离开脂质后的崩溃难题。膜蛋白占人类蛋白质组的1/3以上，超过半数的获批临床药物都以它们为靶点。膜蛋白还是对抗细菌和病毒的最佳疫苗靶点。这些数据充分凸显了膜蛋白的核心战略地位。掌握了膜蛋白就等于掌握了药物研发命脉，它们连接着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应用。膜蛋白的结构解析是药物设计的核心环节，因此攻克膜蛋白难题意义极为重大。膜蛋白天然嵌入在细胞膜的脂质双分子层中，其表面布满大量聚水的疏水性氨基酸残基。这些疏水残基对水环境具有非常强烈的排斥作用。膜蛋白一旦脱离脂质环境并进入水溶液中，膜蛋白最终会迅速折叠崩溃，并且大量沉积，并且最终丧失所有天然三维结构与功能。这种脆弱性成为新药研发进程中的重大障碍，也使得结构解析面临极其巨大的挑战。David Baker 团队提出一个颠覆性思路，他们不再使用破坏性去垢剂或强行突变，而是利用深度学习为每个膜蛋白定制护盾。这个护盾外侧亲水、内侧疏水，完美包裹目标。传统去垢剂会导致蛋白聚集和失活，而 AI 护盾能保留蛋白的天然结构与功能，这样膜蛋白就能在水溶液中稳定存在，为无损提取和结构解析开辟新路径。WRAPs 是 Baker 团队提出的全新蛋白质设计方案。W 代表水溶性， R 代表 RF diffusion 生成， A 代表两亲性， P 代表蛋白质。这是一种由基因编码的 de novo 蛋白质，它完全不需要使用传统去垢剂。WRAPs 能完美保留蛋白质的天然折叠结构，同时保留完整的生理功能，这为膜蛋白研究提供了全新工具。与传统方法相比， WRAPs 在4项关键指标上全部达标。保留天然序列上，仅 APOAI 与 WRAPs 可行，且无需修改原生序列。免去垢剂方面，去垢剂与 APOAI 也满足，但 WRAPs 兼顾其他条件。靶标特异性匹配上， AI 精准适配形状使 WRAPs 独一无二，利于高分辨率解析。WRAPs 刚性结构极大助力冷冻电镜，无需修改原生序列，完全摆脱去垢剂是其显著优势。AI 精准适配形状与刚性结构带来4项指标全胜，这彻底跨越传统局限，实现膜蛋白的无损提取。RF Diffusion 作为生成式 AI 引擎，设计贴合目标的主链骨架。Soluble MPNN 为骨架分配亲水与疏水序列。AlphaFold 2作为终极质检源，筛选高质信度设计方案。3大工具协同构成 WRAPs 技术的核心驱动力，每个工具各司其职，确保护盾精准且稳定。这种分工避免了传统试错实验的低效与盲目。AI 工具组合将设计成功率从随机提升至实用水平，它标志着蛋白质工程进入深度学习驱动的新阶段。人工智能设计的护盾生成分为4个关键步骤。第一步，使用扩散模型生成跨膜区域粗略圆柱骨架。第二步，局部扩散塑形，将骨架膜压到目标蛋白表面。这一过程实现原子级契合，确保精准包裹保护。第三步，使用序列设计模型赋予氨基酸序列外侧亲水、内侧疏水，确保护盾两亲性。第四步，使用结构预测模型筛选高质信设计方案。这4步构成从骨架生成到结构验证的闭环。该技术包含2种形态，即螺旋护盾与桶状护盾。螺旋护盾专用于多次跨膜的阿尔法螺旋膜蛋白，它形成完美的圆柱形外壳来包裹目标蛋白。桶状护盾用于高难度的外膜蛋白 OMPs。桶状护盾通过参数化设计生成嵌套贝塔桶结构。这2种形态覆盖了所有主流膜蛋白架构。这个武器库具备高度泛化能力，它无需针对每种蛋白重新设计新方案。大肠杆菌 OMP 是一种经典的8股贝塔桶跨膜蛋白。研究人员用螺旋形与桶状2种 WRAPs 进行包裹，
两种设计都在大肠杆菌中成功实现了完全水溶纯化后蛋白质的 SEC 色谱峰极度单一对称，这表明蛋白在水中高度分散，并不形成聚集体。螺旋护盾的峰位于约 14.5 毫升处，峰形窄高且对称。桶状护盾的峰位于约 15.5 毫升处，仅有一级小杂峰。该结果验证了 WRAPS 能保留蛋白的天然单分散状态。冷冻电镜给出了直接证据，实验结构与 AI 设计模型几乎完全重合。Helical WRAP 的分辨率达到 4.46i，Barrel WRAP 也达到了 5.69i。两个独立案例都验证了设计精度，这证明 RF Diffusion 能精准预测蛋白折叠。AI 不再是空想，而是可验证的工具。WRAPS 技术由此获得了结构生物学背书。JOBG 是一种多次跨膜的阿尔法螺旋膜内蛋白酶，它比单体贝塔桶更难提取，极易折叠崩溃。传统方法面对这种硬骨头常常束手无策， WRAPS 技术却成功将其完全溶解。粉色螺旋外壳紧密包裹着青色的 JOBG 目标，这证明了 WRAPS 的普适性远超预期，即使对于复杂螺旋蛋白，护盾依然有效。该突破拓展了膜蛋白无损提取的适用范围。WRFAS 护盾让 JOBG 蛋白极端耐热，传统去垢剂提取的蛋白在77摄氏度即融化， WRAPS 去垢剂在95摄氏度保持稳定。原二色谱显示各温度曲线几乎完全重合，表明其二级结构在高温下未被破坏，这种稳定性远超传统去垢剂提取方法。高温环境下的结构解析因此变得可行。WRAPS 为不耐热膜蛋白提供新方案。活性验证用 FPT-AMRA 探针追踪2小时，野生型 JOBG 持续切割底物，信号显著增强。催化突变体 S201A 和 H254A 无任何信号。免疫印记结果显示条带随时间逐渐加深。活性数据证实 WRAPS 完美保留催化功能，分子护盾不干扰底物结合与催化过程，结构完整性与功能活性双重验证均已通过，为膜蛋白功能研究提供可靠技术平台。唯独螺旋体的外膜蛋白是疫苗研发核心靶点，但迄今全球没有任何实验解析的 OMP 结构数据。这类蛋白在大肠杆菌中仍极难表达和正确折叠，传统表达体系与去垢剂技术对此彻底失效，这导致梅毒疫苗研发陷入数十年停滞。这是一道医学界面临的100年未解空白屏障。WRAPS 技术由顶尖 AI 工具驱动，有望打破僵局。其定制分子护盾能稳定溶解难表达的膜蛋白抗原。梅毒外膜蛋白的提取尝试2次均以失败告终。野生型大肠杆菌表达系统无法产生目标蛋白，该路径被标为红色叉号，宣告此路不通。阿波 A1 融合技术同样未能成功，它未产生正确的分子排组峰，说明溶解失败。2种主流手段均无效，抗原获取陷入死胡同，连抗原天然形态都看不见，疫苗开发无从谈起。这就是梅毒疫苗研发停滞数十年的核心瓶颈。在无任何实验结构参考的背景下，团队仅依靠 AlphaFold 2的高置信度预测，他们利用 WRAPS 技术成功溶解了4种梅毒抗原。这些抗原包括 TP0733、TP0126 与 TP0698 等。所有抗原均在大肠杆菌中实现大量表达且完全水溶。数据验证显示，58个 TP0126 设计中有19个成功溶解，这证明了 AI 预测与 WRAPS 组合的强大泛化能力。传统方法完全无法提取的抗原，如今被 AI 攻克。这一突破为梅毒疫苗研发扫清了最关键的障碍。WRAPS 技术成功解析了人类第一个梅毒抗原结构。该抗原 TP0126 的冷冻电镜分辨率达到 4.01i， 灰色电子密度图与彩色2级结构模型完美重合，整体尺寸和几何形状与设计模型高度一致。从 AI 预测到实验验证实现了结构生物学闭环，这标志着结构生物学从0到1的重大跨越。该成果为梅毒疫苗研发提供了关键原子坐标。WRAPS 为难表达膜蛋白解析开辟了新路径。团队用 ELISA 测试检验 WRAP 包裹的抗原能否被识别。他们使用感染梅毒的小鼠和家兔的真实血清，结果发现血清抗体能精准强烈结合这些抗原。
且未出现免疫前交叉反应，证明结合是特异的。ELA-ISA 曲线显示，3种抗原接种后吸光度显著上升，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，表明免疫反应强烈。实验证明这些蛋白完美保留了天然抗原性，这彻底扫清了梅毒疫苗研发的最大障碍。该技术不仅攻克梅毒抗原，更成为通用基座平台。在无损结构解析中，它为膜蛋白提供高刚性载体，这种载体具备高稳定性，完美适配冷冻电镜解析。在疫苗开发中，序列全人工合成且无人类同源性，这避免了针对人体自身蛋白的不良自免疫反应。在药物筛选领域，它让不可成药靶标变成可溶性试剂，这直接加速了抗体库的筛选与研发进程。3个方向共同确立 WRAPS 作为底层技术的地位。梅毒膜蛋白仅是 WRAPS 技术应用的起点，该技术为批量化高通量处理膜蛋白铺平道路。GPCRS 这类难成药靶点将因此变得可触及致命细菌表面，抗原也能被高效提取与稳定化。单克隆抗体研发将进入前所未有的加速阶段，传统方法无法处理的靶点现在有了通用钥匙。WRAPS 作为底层平台拓展药物研发边界，未来更多不可成药靶点有望被一一攻克。AI 赋能的蛋白质工程正迎来革命性突破，基于 RF diffusion 与 AlphaFold 2 WRAPS 实现了膜蛋白的去构剂豁免提取。该方法完全保留天然序列与高级结构，无需任何化学修饰。在性能方面，包裹后的蛋白解锁了高达95摄氏度的极端热稳定性，这与传统去构剂提取的77摄氏度熔点形成鲜明对比。WRAPS 攻克了世纪难题，成功制备出首个可溶性梅毒膜蛋白抗原，这为全球梅毒疫苗研发点燃了新的曙光。从结构解析到药物筛选， WRAPS 提供了一个通用技术基座，更多不可成药靶点将借助这一平台被一一攻克。